環球大亂線，深入世界最前線。我是董志喬，向全球各地收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問好，祝大家平安順心。馬上為您介紹這集的3位來賓。第一位是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妍庭，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健，金橋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金橋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我們節目一開始呢，還是要帶大家看懂現在美伊戰爭可以說是邊打邊談了。那雙方的領袖呢，都釋出了很多的煙霧彈也好，轉移焦點也好，聲東擊西也好，就是各種的爾虞我詐。因為兵不厭詐，這是戰爭哦。我們就要帶你來看懂後面的真實脈絡。好，美國總統川普他的最後一擊行動很快就要到來了嗎？因為現在傳出美軍擬定了4套方案，我們依序帶大家來看。但這4套方案呢，都是要在關鍵的荷姆茲海峽附近來做出一些軍事部署。首先，第一個，派兵攻下哈格島。昨天我們也是大談了這個各種哈格島的可能性的，因為它是伊朗石油出口一個最重要的島嶼，可以說是掌握了伊朗的石油出口命脈了。所以第一個是哈格島。好，第二個呢，也是要打島嶼，但是不是哈格島，而是這個上面有戰略碉堡據點的拉拉克島，在這個位置哦。第三個是要攻下阿布穆薩島以及旁邊的2個島嶼，就是這個大小通布跟阿布穆薩，在這個位置，它同樣也是在荷姆茲海峽一個經過的要道，所以你只要控制住這些島呢，只要是船只在這邊，你都可以做火力支援去控制它。然後以及第4個就是比較難度比較高的哈，就是荷姆茲海峽東側攔截或者是扣押船運的這個運輸，但是荷姆茲海峽東側就是伊朗的土地嘛，那這些高山重峻裡面非常多。這個革命衛隊都埋伏在這裡面，真的是很難查。好，4套方案現在美軍定調出來了，但是有沒有發現都離不開一個奪島的想法？究竟這個奪島有多重要呢？它的可行性有多高？而且美軍就算你拿得下，你守不守得住也是一個問題。首先，我們就要先請李將軍從軍事角度幫觀眾朋友分析，為什麼4套方案都跟島有關？首先這個4大方案在我們軍事上面叫做作戰判斷你要從各個行動方案裡面找出最佳行動方案，這是一個思維邏輯的問題。首先，第一個要思考的是你的任務，先要做任務分析那現在美軍的任務是什麼？我舉3個任務，你認為是哪一種可能？第一個是殲滅伊朗的有生戰力，第二個是讓伊朗的油沒有辦法繼續賣出去，第3個是開放荷姆茲海峽。那這3個任務裡面，你認為如果說以美軍現在它優先是哪一個任務？多重任務與多重目標之選擇，你要先確定你的主要任務是什麼。這很明顯的主要任務是荷姆茲海峽要開放，所以基於這個任務來講的話，我認為哈克島的可能性就降低了，因為哈克島主要是奪取伊朗的油源嘛。那第4個方案是這個扣押伊朗運輸油，也是扣押伊朗運輸油，你們並不是你主要開放所謂荷姆茲海峽，那你要開放荷姆茲海峽的話，我認為就必須要控制這個地方，也就是要用兵力奪取拉拉克島跟這個阿布薩姆島這2個島。那接着下來，我們再研判第2個你要研判的是什麼？你行動方案你要搞清楚敵人會採取什麼行動，你不要光自己一股腦的光有自己的想法，你不去想敵人會幹什麼，那敵人會怎麼樣封鎖？伊朗會用什麼方式來封鎖荷姆茲海峽？第一個，我認為它很明顯的就是用布雷的方式。布雷。第2個來講，它可能用的就是水面上的快艇來對你實施油輪實施攻擊。第3個就是它的無人機的攻擊。第4個是導彈。大概我認為，如果說它要封鎖不外這幾種手段，那如果說針對敵人可能採取的這種4種手段，我們來看看究竟是荷姆茲島還是阿布薩爾島可以有效的阻止這個伊朗的軍隊做這行動。我個人的分析是这個北邊這個拉拉克島主要是這個拉拉克島。為什麼我選擇這個島是優先的？第一個就是它控制這個島之後，大家看到這邊有一個荷姆茲島的話，它可以完全火力涵蓋到荷姆茲島，這是第一個。如果這邊有基地，它在這個地方部署了阿帕奇直升機，這個在這個直升機來講的話，可以對布雷的船只實施這個火力的攻擊，也可以掩護它的掃雷艇來實施掃雷。那當然也可以阻止這個它的這個快艇對油輪實施攻擊。當然最後來講的話，它在這個地方如果說部署了攔截的導彈，對，或者攔截的無人機，現在有一種無人機是可以攔截無人機的無人機在這個地方可以有效攔截這邊起飛的無人機對遊艇做攻擊。當然你說阿布薩姆島也有可以，可是阿布薩姆島距離這個海峽就比較遠，
它攔截效果當然就沒有這麼好。這是依據敵人可能行動，我選這個。當然就這個我們戰力保存來講的話，我覺得為什麼要選這個島呢？因為這個島來講，你看哦，跟這個阿聯酋的這個尖角這個位置哦，可以互相是最近的，互相來講可以相互支援，是它可以掩護到這個島啊。那第二個來講的話，它在這個地方它。艦隊啊，包括它的2棲攻擊艦隊，可以不用通過荷姆茲海峽，可以確保自己安全。所以，他如果說在這邊，我們講的迪利波利號啊，或者是全知號，如果停留在這個地方，利用這個阿聯酋突出來這個地方當做一個基地，還有這個島，這樣形成一個三角互相依靠的態勢，相互可以掩護，相互可以支援。就近可以打擊到伊朗的戰機哈，所以我認為，如果說按照這4個方案來講的話，我認為要達成任務，就一定要控制這個地方，才可以有效的掩護油輪開放荷姆茲海峽。了解。那你當然奪取這個我們講的這個克什姆島來講的話哈，克什姆島不是奪取這個哈克島哈，在這邊。如果奪取哈克島的話，距離太遠了，480公里，而且昨天我們也分析過了嘛，在這個地方風險太大，主要是但你把它油打掉，你達不到開放海峽，你要威脅它。用它來當做交易的籌碼。如果伊朗不服你的話，你也達不了手。你封鎖這邊，對不對？如果伊朗說我油就不出去了，我也不運油出去，那你敢不敢去這個對其他國家可以？他讓你通過了，包括中國的油輪啊，包括到你友邦國家，你美國也不敢把它攔下來，就反而造成自己對於盟邦國家的不友善。所以我認為純粹就軍事角度來看的話，我認為奪取的這個。拉拉克是可行性最高，而且是最容易達成任務的一個行動方案，所以我選擇這個島。了解，好，謝謝酈將軍的分析。確實，我們剛剛看這個地圖的相對位置，拉拉克島可以形成一個有效的支點哦，來控制荷姆茲海峽。不過未來美軍跟五角大廈那些高層怎麼想，我們還有待靜觀其變。但是上述這些奪島作戰呢，都離不開人啊，人要去打仗，所以要龐大的地面部隊。所以美軍的中央司令部已經證實哦，美軍當前他們在中東地區已經集結了5萬人嘍。陸海空的戰力包括了林肯號的航母打擊群、F-35、F-18、F-15各式的戰機，還有正在抵達要會師的82空降師跟第31海軍陸戰隊的遠征隊哦。那伊朗，大家這陣子看它，雖然都是用一些低成本，但是可以不斷消耗你的武器來講，但是可別忘了，伊朗的這個武力排行在全球啊，他們也有排名第16的總兵力。包括了正規的國防軍，包括他們忠誠的革命衛隊，還有這種飛彈、無人機各種來嚴陣以待。所以現在美伊雙方都在凝結手上的籌碼跟兵力籌碼，就在等待一波 all in 的機會。如果真的發生了 all in 的機會，張教授，你覺得這個情勢會怎麼發展？我認為美國這個兵力規模還是不夠，還不夠，因為伊朗夠大。你看伊朗164萬多平方公里那麼大。美國現在如果是剛才所說到的第31遠征軍，就是海軍陸戰隊，也包括82空降師，夠嗎？你這樣子，你的戰略目標是什麼？你人就那麼多，籌碼就那麼大，你就只能奪島，或者是想要控領荷姆茲海峽，我都認為有點吃力，有點吃力了。對，你這個兵力規模，你要非常大的兵力規模，可能是5萬、10萬。我們不要講到越戰50萬，對不對？越南才30萬平方公里啊，這個是164萬平方公里，你怎麼讓這個伊朗來屈服？兵力規模，我認為要地面戰，你兵力規模不大，那你會不會容易？你要讓敵人屈服，我認為沒有辦法。而且它規模大算，它還分散。你剛剛講的這5萬個，那它分散在各個地方啊，巴林、科威特、伊拉克也有，還有阿聯酋，還有沙烏地阿拉伯，還有約旦。還有安曼也有啊，都整個是散開的分散，它沒有形成集中。你地面要集中啊，不然你分散，你怎麼樣去投入？我認為兵力不足是最大的問題。第二個，我認為後勤規模，你後勤打後勤，你火力夠不夠？伊朗的他這種國防軍革命衛隊，它也是有戰力的。伊朗雖然現在海優跟空優被美國摧毀了，但是地面戰目前還算是完整。那你這個後勤不夠。那你火力就不足，你火力不足，面對伊朗的國防軍革命衛隊，你能夠達到多少的戰略效果？我認為就是相當有限。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當初的他的戰略情報判斷錯誤，打4天，你沒想到打了4個禮拜。對，換句話說，這個戰略情報的估算錯誤過於樂觀，我認為是美軍的致命傷。那第3個，我認為作戰期程太長了。
當初沒有一擊奏效，一鼓作氣嘛，再而衰啊。那你讓伊朗有所警覺，地面部隊有所調動，有所調整，要進入地下化。是你這樣的話，伊朗的戰損就會相對的減低，那它的戰力保存就會慢慢逐步的落實。那美軍還能夠達到多少？所以我認為美軍它的戰略情報判斷跟分析的這種過度樂觀，我認為是它的致命傷，而沒有一舉奏效。我們現在整個看下來哈，美國現在是急的談判，美國急的談判表示說美軍在這一方面已經有一點點招架不住。美軍如果夠順風順水來玩吧，我已經 all in， 大家來，那不怕了。他現在也感覺到有點結束，因為他面對兩個大的壓力。第一個，聯合國這個安理會並沒有授權美國出兵，沒錯，你壓力大不大？這是你自己單獨性的，单方面做正規性。对，第二個，他並没有得過美國的參眾兩院的授權，說通過了可以用，沒有哎，他有時間壓力，要在60天內結束用兵呢，不然你要參眾兩院會怎麼來看？會對他做制約，對川普做約束，所以他時間壓力會越來越急迫。那這樣的話對美國用兵不好，他有時間的壓力，有兵力規模這一方面綜合因素看起來的話，我認為他逐次投入不妙，總共加起來地面部隊只有8000人，他面對的是伊朗大軍，他只有8000人，他的以小博大，我認為他玩太大，風險太高，他奪小島，島嶼都是易攻難守，你攻得下來沒有問題啊。我認為美國摧枯拉朽，輕而易舉就把這幾個小島拿下來了。對，你要不守？現在伊朗天天拿無人機給你攻擊，自殺無人機跟你上去，你怎麼辦？你掩體夠不夠？你是不是要進入這樣子就變成了容易由消耗戰進入膠着戰？你進入膠着，對美國那就要時間延宕哦，时间延宕对美國來講是不利的哦。所以我認為他去奪島，你的戰略目的是什麼？有沒有達到真正的戰略的價值跟效果？我認為都存疑耶。他有沒有做個妥善的評估？我認為他目前沒有啊，就感覺到故弄玄虛、故弄紳士。我認為那你就是幾個島，還有荷姆茲海峽。但是問題是，你把這個島奪下來，荷姆茲海峽並沒辦法開通。我拿無人機出來，對海峽上的目標做，尤其是郵輪，任何全世界所有郵輪並沒有做進步防禦系統，我對它做攻擊。然後只要是不跟美國不跟以色列站隊的都可以通過，只要美國以色列的就不行，我就無人機就過來，那你要怎麼辦？所以美國到現在為止還不敢派軍艦護航，沒錯，因為風險太大。為什麼？因為伊朗到現在為止還有地對艦的反艦巡弋飛彈，它還沒有用呢。這個不用裝載，它現在已經沒有存在艦隊，但是它有以陸制海的反艦飛彈還在啊，所以美國不敢派軍艦護航，風險太高。那還有水雷還沒有使用呢，所以等等來看的話，還包括水下無人機了，還有很多牌了。对，伊朗還有牌可以用，所以我認為美國逐次投入並沒有達成戰略效果，是他目前陷入了膠着戰的關鍵因素。是，好，就像我們張教授講的，確實美軍一開始的戰略設的有一點太樂觀了，認為拔掉這個前最高領袖哈米尼之後，或許神權政府就會垮台，結果沒想到引來的是更多進入到消耗戰的一個模式。我們開場就有提到兵不厭詐，這是戰爭非常知名的電影《投名狀》裡面的一句名台詞。這些大人物，你不要看他在說什麼，你要看他到底做了什麼。尤其呢，這個一天之內想法就可以變卦好幾次的美國總統川普，他現在說什麼話，大家都要打折扣，因為已經是一個放羊的總統了。好，他一方面說要在談判桌上來終結戰爭，一方面我們看到兵力又持續在加派、在部署、在磨刀霍霍。袁老師，你很懂川普的心思，你認為他現在心中在想什麼？我跟你講啊，這個剛剛你講到這種矛盾啊，剛好是川普心中的矛盾的感覺啊。他確實是這個人啊，又笨又壞啊。他的很壞的原因的話呢，就是跟着。其實剛剛兩位將軍所談的事情，都是認為美軍在對伊朗，都忽略掉重要的因素是以色列啊。人家以色列是腦袋非常清楚的，以色列的納坦尼亞胡他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騙着川普跟着他一起下去。那一旦下去以後呢，接下來的事情都好辦了。所以你會講到說，美軍急着談判，又另外加屬的部隊的話呢，確實是，如果說美軍放出來要談判的消息，以色列沒有動作，那就知道這個談判是假的。是，如果說美軍的話呢，這個弄了部隊的話呢，如果說他們想要談判是真的話呢，以色列就加大攻勢，讓這個事情就沒有辦法挽回。這幾天的情況就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說到目前為止的話呢，我必須強調，
川普胡里八嘟的，就是聽到以色列跟他那個忽悠以後，說哎把那個哈梅尼耶幹掉以後，你說不定可以擁有伊朗的石油，他一高興就跟着幹下去了。結果以色列是把哈梅尼耶幹掉，那個美國一下子把人家一個小學幹掉170個小女孩，怎麼賠？170條小女孩的命啊，對不對？所以說現在的話呢，美國派了大軍，美國不但派大軍，美國透過他的戰爭部部長跟美國的國會要2000億美金，你算一下，2000億美金準備打2年了，知道嗎？啊，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現在所面對的困擾的的確確就是說，美國有3方面的大困擾，一個就是它的國內的困擾啊，大家都知道，等一下我們會談到。都反戰了，開玩笑，你這個戰爭你要講士氣，也要有正義的，還要有低成本，他們都沒有。然後另外的話呢，在整個國際上，所有的盟邦都不支持，啊，原來國內。然後第3個的話呢，就是以色列剛好跟他已經把他拉進來以後，以色列的做法，我請大家要注意一個數字啊。現在伊朗內部的士氣很高，以色列內部也有80%的人士氣很高啊。大以色列要實現了，把美國拉下來。以色列立國從1948年到今天，就在等今天。所以說，美國現在搞的情況下就非常困難。那在這種情況下的話，我們必須要講一件事情。目前的話，那個川普啊，他是結束不了，但是呢，一結束又失面子。那伊朗提出來條件只有第3點，你給我賠償，我們就知道，你只要認輸你就賠償。川普怎麼可能認輸？所以美國現在拖下來，我記得這個美國會進入一個新的越戰期間，我都不排除它會逐步的擴大。是，好，謝謝袁老師的分享。不過待會我們的節目要繼續來探討美以伊交鋒，現在各方勢力運籌帷幄。繼荷姆茲海峽之後，封鎖曼德海峽會是下一張王牌嗎？還有就是中伊鐵路現在有補給奇效，以及大家很久沒有談論的俄烏，現在也有更多的戰場動態在發生，無人機海的互相攻防，更多的全球脈動，還有精闢觀點，我們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